大人，贵客到。哦，快请上来。贵客。哎呦，给老夫人见礼。哟，好民叩见大人。哎呀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娘快请起，快请起。老爷，您没事吧？顾先生是朝廷亲赐的安抚使，眼下又在准备恢复他读书人的名籍。这一次，顾先生立了大功，老太太一定会得一副诰命，谏官不必参拜。请吧。谢大人。我在家里待得好好的，他们根本就不讲道理，说把我拽来就拽来了。您坐这儿。老夫人，今天是南通海棠落成的好日子，您也随喜一杯吧。我腿脚不好，没去海棠上看过啊。但是这孩子几个月来近在咫尺，未曾回家，也算是实心办事啊。但这不是他的功劳。我刚才看见河宫上的小伙们流血流汗，才有了这番功劳。希望大人能好好的赏赐他们。老夫人一番话，真是菩萨心肠啊！我受教了。这杯酒不必喝干，沾唇即可。啊，好了，娘，请坐。诸位，这位老夫人，先是丈夫失踪，独自一人将儿子抚养成人，儿子在考场被奸人所害，流放宁古塔。现在古先生能有这样的成就，全是老夫人的功劳。你们说我请这样的贵客，该是不该呀？该。哎，李百万，我请的贵客，你怎么能不敬一杯呢？快着，敬一杯！来！好。拿着就行。李百万见过夫人。谁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娘啊，他是京城首富李百万。你闭嘴！请问尊家，尊姓大名？在下李百万，见过夫人。哎，不是，娘。爹。娘啊，你怎么了？老太太几十年没有喝酒了，我竟把自己喝晕了。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你可不知道，这味药啊是专门用来治李百万的。老夫人呐，休息一下啊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为什么呀？不是刚卸下来，怎么又装回去呀？少爷，是老爷吩咐的。老爷吩咐。
你娘啊，正在这儿针灸呢，别进去。我娘她怎么样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倒是告诉我们你娘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还要问你们呢。你娘一回来呀，不知道怎么了，一直昏睡不醒。哎呦，先生，哎，先生，来，别进去打扰他，咱们轻声说话，轻声说话。先生，我娘她怎么样了？这病啊，它古怪得很。从脉象上看啊，心智受损，五脉俱伤啊。只有大喜大悲陡然而发，才知如此啊。这奇怪了，我开个方子，把他心脉护住。哎，先生，只能护住，治不好的吗？这心病还要心药医。哎，顾先生，倒劳烦你给我说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？到底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详细的说一说。哎，少爷，你干嘛拉我？少爷啊，走，你别拉我呀！不是，到底怎么了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我们拿江苏剩下的一个古平原，为什么现在突然甩脸呢？我哪知道啊？你不知道？顾先生，我家世代做盐，在下不才。战乱之际啊，江南都成了屠宰场了，只能匆匆的把祖传的盐池给卖了。可是在下也是懂运盐、贩盐，我听懂了。您来是要讨一份差事，对吧？哎，对，一是讨份差事，二是想在顾先生这里挪一点现盐子应急。你要借多少啊？我未必有那么多银子借给你。200两足矣。最近鸡饲料也不太够了，这个到关外买人参的小伙子还没回来，我只能在城里买一点凑合着用呗。哟，这不老潘吗？哎，你别走，我正有事要找你呢。躲什么呀？我得罪你了？来坐。哎呀，这老潘呐，最是个妙人。有一天晚上找我来借钱，赶着饭点来，我说那就一起吃点吧。他非不，他说他刚吃完全苏州城最好的厨子做的5香牛肉啊，肚子里的你看都撑着呢，只能喝点酒。我说那就一起喝点吧。结果刚喝了2杯，老潘就吐了，吐的那是满地都是糠呢。哎，别胡闹，别胡闹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可能是因为我吃了牛肉，牛吃了糠吧。哎呀，你话说的太狠了，多伤人呢。我不是怕你上当吗？那老潘染上大烟了，全身上下就他刚才那身衣服最值钱，老婆孩子都给卖了，天天饿着肚子转着圈的借钱。你可不要理这种人。行嘞，多谢提醒。你们家老太太怎么样？还没醒呢，都愁坏我了。你那边怎么样？请了全京城最好的大夫，说是让痰给迷了心，我就服了。老爷子精明了一辈子，怎么能让痰给迷了心呢？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说怎么回事，我还想问你呢。哎，我的好哥哥，我看呀，你们家老太太比我们家老爷子呢稍微好点，要不你等她醒了，帮我问问到底怎么回事。我老娘现在这种状况，她醒了我也不敢问呢。要不你再回去问问。我可不敢问我爹，我还想多活2年呢。不过，两江总督府可是催了啊，咱俩再这么天天躲家里，明天就派兵上门抓了。啊，知道了，你等我吃口东西。
要去总督府衙门做事了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有我呢，放心吧。这破差事也推不开。早知如此，何必要从家乡出来？那能怪你吗？是他们拿着枪，压着我们出来的。反正我也顾不上你了，我得照顾娘。你带着黑子多多保重。你也让老二和廖姑娘时不时过来替替你，别太累着了。莫说这样的话，老二毛手毛脚的，廖姑娘还没过门，我辛苦些不碍事儿了。来，我何德何能啊？有你足矣。啊？我说此生有你，足矣。什么？娘啊，我要去公干了。走了。手太重。你怎么回来也不睡上？我回来看看娘醒了没。看也没有用，走走走。你这写着什么呢？嗯，没写，没什么。什么福郡古平原？没写。我看看。快去，你不是看？我看看你行不行？看我。我给你做饭去，上来。哎，又到了收茶的时候了，咱们也回不去。这要娘身体还好着呀，真想带娘回徽州。你不是找人帮忙了吗？那有什么用啊？这廖先生也不回去。今年这蓝雪茶呀，1两都收不来。你也泡点家里的茶给娘尝尝，别让她总是喝药了。去吃饭吧，爹等着你呢。啊，让四爷操心了。公子，查到了。说，
兄弟们在盐业工会的各家盐铺蹲守了很久，发现天不亮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进货，用大船从码头运来。兄弟们跟踪那船，发现那根本不是本地的盐，大多是四川的井盐。井盐？运了多少次？昼夜不停。上一次16艘大船，井盐比咱们便宜1半多，难怪他们能撑下去。说了，他敢跟我打这价格战，我得靠卖铺子才能挡得住。他毫发无损。去叫管家。好。等老爷一醒，让他定夺。不必了，老爷子现在身体那么弱，何须让他再耗费心力啊？而且养你我都吃干饭的呀。说吧，你想怎么办？他古平原贩卖私盐，一下子这么大的量，这可是砍头的罪过。怎么了，少爷？要报官啊？啊！你要真是个草包！现在两江地面上谁不知道古平原正是两江总督面前的大红人？谁敢拿他呀？说不定他平抑盐价，总督府还要赏他呢。听着，我记得咱们刚来江陵的时候，不是给曹帮的人都送了重礼吗？现在正是用他们的时候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用最快的时间把古平原这批盐果扣了。他要是敢索要，把他一块扣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古平原不敢报官，他只能咽下这哑巴亏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通知咱们全国的店铺调拨所有的资金来这儿，我趁他病要他命。我就不信了，我非要跟古平原在盐田这事儿上决个高低。马上去办。爹，您到底因何突然病倒啊？这就是命。你跟那个古平原还平分秋色吗？昨天或许还是，但过了今儿就不是了。我让曹帮的人把他的货给扣了。您是不知道，他学着这个私盐贩子的手段，从四川走私便宜的井盐过来卖。我说他敢跟我打价格战，而且不落下风，无耻！做生意就是做生意，你这么做不道义。爹，您为什么突然给我讲道义？不是您教我的吗？说要讲道义，那就甭做生意了。说天底下最重要的事儿要把事情要办成，您干嘛突然说道义啊？而且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慈悲？盐业是两淮的咽喉，我虽然全部拿下，但也没想着全部占为己有。你也不要有这种期望，一旦断了两淮的生机，我们家就成了众矢之的。孩子，做生意不能太慢。古平原不是给自己做生意，他是想给江南留一线生机。我们能拿到一半已经很好了。曹帮，让他们赶紧出来，别祸及到我们自身。请父亲大人早日养好身体，早些接过儿子手里的生意。少爷这么干，真的是出人意料。唉，你没觉得他变了吗？而人呢，手里有刀就想杀人，有了权就想做事，有了钱
天底下就没有他不想去的地方。这3样东西最危险了。他现在接手了生意，变都难呐。我倒是从这里跳出来了，由他去吧。老爷，您就是病了一次，意气消沉，等着病好了，家里的事还得您说了算呢。我为什么说了算？我的命只有那么短了，我还守着这些钱干嘛？我为李百万这3个字欠下太多债了。你也下去吧，我想歇歇。哎，顾先生，船被扣了！顾先生，船被扣了！船被扣了！他们人在哪儿？啊，那个就是他们曹帮待客的人物，那张桌就是码头桌，他们平日里就从这里吃讲茶。在下古平原，想求见贵帮帮主。阁下在家还是在帮？在家，为了那船盐而来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要真有事儿，我学赵子龙7进7出也把你救出来。老祖说了，贵客大堂奉茶，请吧。老祖请他，没有你。请。拜见，拜见老祖宗。这船盐是你的？是啊。贩卖私盐，这个罪过可不小啊。这是官府的事，贵帮有话直说。痛快。曹帮运河上几十万的弟子，最近也是少吃无穿，挺苦的，所以想找老板借点钱花。咱们有2个办法，你选一个。往后你再运私盐，利润上，我们曹帮要多分3成。我们会保证把你的船顺顺当当的送过去，大家做一个长流水的朋友。要么就简单一点，你拿出2000万两银子，把你自己的命买回去。明着绑架呀？不怕我报官吗？报官？如果贩私盐这事，不怕见官的话，你就报嘛。那我也告诉你，钱我1分都不多加，你要绑就绑吧。2000万两银子，3天。到时候我要是见不到这些银子，我就把你塞进猪笼里，沉到水里喂鱼。我说话再说。
老祖有老祖的规矩，闯法堂，不想活了吗？我管你什么堂！一身蛮力有什么用？力气再大，也不过是头牛罢了。大奶奶，顾先生被扣了！大奶奶，好家伙，你要干嘛？全武行啊？你怎么还不换衣服？跟个老太爷一样。我为什么要换衣服呢？你没听黑子说呀？他们把你女婿给绑了，还要2000万两银子，哪儿找去啊？你快去把衣服换了。哎，你接手单刀还在不在？就咱爷儿俩杀上门去啊！你是不是听戏听多了？我又不是多少吨，我没那么大本事。爹，你是怎么了？咱们被劫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先按照江湖规矩谈，谈不拢咱们就打，还怕了他们了？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外边穿这一身，里面穿动手的衣服，用软刀，咱们好好的会客。说不得他们对你没防备，你一刀压下去，剩下我解决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不怎么样，人家上上下下几十万弟子，你一刀就把人压住了。他能放人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可以后在运河上的买卖就不容易了，这跟丢货找货不一样。我管不了那么多，那黑子说了，3天不交钱，他们就把人给进猪笼了。我等你慢慢的搞，那我收尸都来不及。哎呀，滚你！这是个大买卖，我之前跟他说过了，私营的事儿不能碰。现在好了，报官也不敢，去抢人又不是办法。咱们呀，不如找个中间人，两边说和一下。曹帮里头啊有字号的人物，爹也认识不少，我已经找有分量的人去说话了。你进来干什么？你不好好的养伤？我走的时候，古先生让我去请个人去救他，人我去找了，但他不在。我是想问问，要不我再跑一趟？你这个孩子，他让你找谁呀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看他干什么？快说呀！人命关天。是九寨营里一位姓苏的姑娘。你瞧不起我？你瞧不起我是不是？姓苏能救他，我救不了他。你走不走？你不走我走。你进来！你快去呀！关键你能不能像个人样？